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胖叔，今天我们来聊欧超联赛。想必各位朋友也从各路媒体里看到了呀，就在昨天12月21号，欧洲法院宣布欧足联和国际足联阻止欧超联赛成立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在滥用自己的支配地位。那什么叫做滥用支配地位呢？这是因为在2021年欧超联赛宣布成立的时候，欧足联当天就宣布哪些球队敢参加超级联赛，参赛俱乐部和球员就禁止参加欧足联和国际足联举办的比赛。那换言之，要是你皇马敢去踢超级联赛，你不仅皇马不能再踢欧冠，你的球员也不能再踢欧洲杯和世界杯。那现在等于是法院说，欧足联通过威胁球员来威胁球队，属于利用自己的支配地位进行不公平的竞争。那么现在法院下判决了，是不是说超级联赛就势在必行了呢？那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欧超联赛的历史。那早在2009年，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就表示支持设立超级联赛。那当时老佛爷和欧足联是存在很大的矛盾，老佛爷极力批评当时的欧冠，认为必须成立超级联赛，保障强队永远只和强队比赛，否则他就会主导欧洲传统强队进行分拆赛事。那注意啊，这里的超级联赛要竞争或者取代的是欧冠赛事，不是本国联赛。那在老佛爷的构想里呢，俱乐部的核心还是本国的比赛，只是皇马每到周中要踢欧冠的时候，与其踢加拉塔萨雷或者哥本哈根，那还不如踢曼联和切尔西，因为毕竟他们四个水平也都差不多，但是踢曼联和切尔西流量大得多。时任阿森纳的主教练温格就说，欧洲精英球队面临着极大的收益压力，超级联赛势必在10年内成型。那现在一看，教授的预测也挺准的啊！要不是因为新冠延误了1-2年，超级联赛的确就差不多是在10年后宣布成立的。那彼时呢，欧足联仗着自己的主导地位，并不愿意和俱乐部合作，对于赛程安排、利益分配、比赛负荷等问题都是一意孤行。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制，但是还是无法让豪门球队满意。于是呢，在2021年的4月18号，欧洲超级联赛正式宣布成立。赛事的创始俱乐部有12个，他们是英超的6强，还有米兰、国米、尤文以及巴萨、皇马、马竞。那超级联赛的主席团也闪亮登场，主席是超级联赛之父，来自皇马的老佛爷啊，副主席有4个，一个是尤文的主席阿涅利，还有另外3个是广受球迷喜爱的3位英超豪强的老板，曼联的老板格雷泽、利物浦的老板亨利和阿森纳的老板克伦克。那这3位老板呢，都是美国人，一说要办超级联赛都是两眼放光，因为说到体育联赛商业化，美国绝对是当仁不让的龙头老大。其中曼联老板格雷泽更是身体力行，花了不到20年就把曼联从历史辉煌的足球俱乐部转化成了年年争四、流量拉满的赚钱机器。那可惜超级联赛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除了欧足联和世界足联威胁不许球员参加国际赛事之外，当时超级联赛也遭到了各国足球协会、媒体和当地球迷的反对，包括英国首相、法国总统以及贝克汉姆、菲戈、福格森等多位政坛人物和足球名宿也纷纷发声反对超级联赛。而各路反对声音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超级联赛的赛制违背了足球精神。超级联赛主张小而精，每年只有20支球队，也就是10几支创始球队加几支邀请球队的方式来比赛。那反对者认为这种赛制彻底背弃了足球的立足之本，也就是竞技性与开放性。因为在超级联赛的世界里，创始球队就是高人一等，类似海贼王里天龙人一样的存在。曼联、切尔西就算在联赛踢到了下半区，来年一样和皇马、巴萨一个圈子，互相分钱，不是因为他们表现好，仅仅是因为他们资本厚。而且这个圈子也基本不对外开放，这违背了足球精神，也违背了体育精神。那咱们很多球迷可能觉得啊，你又不影响本国联赛，俱乐部想周中强强对决，多赚点钱，这是俱乐部的自由啊，为什么要反对呢？说什么体育精神是不是有点上纲上线了呢？那胖叔在这里要展开解释一下，这其实是因为超级联赛的主张戳到了欧洲中产阶级的痛处。那超级联赛的主张通俗来讲就是谁能上哈佛的问题。那与咱们国家高考艺考定终身不同，美国大学的录取里，成绩只是一方面，甚至是比较小的一方面。每个学生的社会经历和推荐信也会被纳入考量范围，而且可能会占大头。那这套体系美其名曰是要脱离应试教育，以人为本，但实际上是给富人和权贵留下了更多的操作空间。每年哈佛有接近1/3的学生是从所谓的校长特殊名单中录取的，
这里面涵盖了影视明星、商业大亨、政府要员的子女，他们的学分绩和录取成绩要比同批的哈佛学生低一大截，但是照样可以靠着社会经历和推荐信入学。坦白说，什么样的孩子能在16岁创立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呢？什么样的孩子能在16岁就得到议员或者是中央银行行长的推荐信呢？这些孩子在16岁取得了超越同龄人的成就，到底是因为他们天赋异禀，还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更高呢？而哈佛的这种录取体系，是不是在把资源进一步的倾斜给这些起点高的孩子，并且保证他们的下一代也继续拥有更高的起点呢？那哈佛推行的这种录取体制啊，会使得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这也是欧洲中产最反对的一点。那比如咱们国家高考只看分数，虽然有点片面，但是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公平。当然我是没上过清华北大，但是我猜清北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家庭背景各异，通过寒窗苦读考进来的学生。他们的许多人都因为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美国的最高学府在入学体制上就保证了官二代和富二代的利益，他们进了哈佛之后，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巩固自己的精英圈子。几代下来，美国的精英还是同一批家族，而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俱乐部。欧冠就像是足球世界的哈佛，绝大部分是皇马、巴萨这些精英阶层，当然也像现实的哈佛一样，每年会录取一些哥本哈根和加拉塔萨雷意思一下。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呢是像曼联这样的富二代，现在因为成绩实在是太差，想上哈佛却进不去；还有就是像皇马、巴萨会觉得哈佛都是我出钱赞助的，几个教学楼都是我捐的，结果现在我的小孩要跟这么多穷小孩一起念书，老师都去教穷孩子，都没时间关注我的孩子了。那我们几个还不如自己出钱办一个新学校，那就叫它超级哈佛。我们把哈佛的老师都挖过来，搞精英小班教育，只有真正的贵族才能进来。那个曼联呢，本来也是贵族，孩子成绩差没关系，你多交点钱，你也能进来。那这一套以资本为主的精英体系，对于绝大多数的欧洲工薪阶层是十分敏感的。就像《哈利波特》里面刻画的，反派就是以伏地魔为主的斯莱特林派，是唯血统论，要求巫师出身高贵，歧视麻瓜。而与他们对抗的就是以赫敏为代表的麻瓜，以及以罗恩为代表的开明的纯血巫师。这就很好的体现了欧洲群众的价值观念。现在的超级联赛反对派很敏锐地利用了这个角度，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你们皇马、曼联想要足球不看竞技而看资本，那你就像伏地魔不看天赋而看血统一样，你是想君权神授，世代为王。不得不说，欧足联这波煽动打得真的很到位，这个角度很巧妙，绝大多数的欧洲本地球迷都是能立刻过这个新政的。那俱乐部再刚猛也不敢惹球迷，重重压力之下，在宣布欧超成立的2天后，19号、20号2天，各大俱乐部就纷纷退出，创始俱乐部只剩下了皇马、巴萨和尤文。欧洲超级联赛迫于无奈宣布联赛暂停，但是并没有放弃，只是会想法重塑这个计划。那时间跳到今天呢，经过了旷日持久的法务拉扯，法院终于站在了超级联赛的一边。那最高兴的当属不离不弃的皇马主席老佛爷了，立刻发表声明。那稿件我看了，写的真的很好，我就不全文翻译了，大概意思如下。老佛爷表示呢，今天时间不多，我就简单的讲2点。第一点，欧洲足球将不再被，也永远不会被垄断了。第二点，从今往后，俱乐部将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给全世界的球迷带来更现代的欧洲足球赛事。那老佛爷还表示啊，推行超级联赛势必会阻力重重，但想要终结长达几十年的垄断，从来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一个把欧洲俱乐部足球变得更好的机会，一个把足球带到21世纪新高度的机会。那就在今天，我们要迎来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自由地把更现代、更创新的足球带给球迷，不再有胁迫，也不必再抗争。就在今天，欧洲足球的现在和未来终于回到了俱乐部球员和球迷的手中。我们的命运属于我们自己，而我们的使命就在前方。今天将是过去和未来的分水岭，这是会被足球历史和体育历史铭记的一天。就在老佛爷发表激情演讲不久后啊，巴黎主席纳塞尔就无情调侃，他说：“你在这聊超级联赛，后头放的却是欧冠奖杯，好奇怪哦。”那我也是给纳塞尔跪了，这哥们搞足球真是屈才啊，这怎么不去脱口秀大会？那就在老佛爷发表演讲的同时呢，超级联赛官方也很快发表了最新一版的联赛方案。那新方案吸取了21年方案的教训，
当初的方案呢，只想搞20个豪门，关起门来强强对决，被广泛批评是自私贪婪的精英主义。那新方案呢，志在兼容并蓄，一口气要搞64个队啊，分为3个等级：星星联赛、金色联赛和蓝色联赛。那弹幕不要笑啊，这真的是官方的名字。星星联赛和金色联赛各16个队伍，蓝色联赛呢32个队伍，8个球队一小组。小组赛主客场共14场比赛，14场赛后会由淘汰赛决定每个联赛的冠军以及升降级的队伍。那初始的64个球队呢，会按照一套公开透明的方式选取，未能进入超级联赛的其他球队也可以凭借自己每年的联赛表现被邀请进入蓝色联赛。那这套方案呢，说是改了，其实也没改。那说到底，大俱乐部还是觉得小俱乐部你没资格进来跟我分钱。那比如说当年的英超冠军莱斯特，4年就可以进入欧洲的最强赛事，最终杀入8强，至今仍被蓝湖球迷津津乐道。而今年的西甲黑马赫罗纳，即便西甲夺冠，也只能进入蓝色联赛。一切顺利的话呢，也是要2年连升2级，才能进入到星星联赛，获得一个对战豪门的机会。那不过这版方案能不能落地也都难说，我们就不多分析了。同时呢，超级联赛还会成立一个直播平台 Unity 为全球球迷免费转播超级联赛的赛事。那当然了，人家说的是免费转播，不是永久免费转播。那创业初期嘛，赔钱赚吆喝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这也是应了老佛爷演讲里说的要给全球球迷带去欧洲赛事的说法。不过超级联赛目前最大的难题呢，既不是方案，也不是赚钱，而是摇人啊！现在别说64个队了，就算是想凑6个队都够呛。在欧洲法院发表判决，老佛爷激情演讲之后，各大俱乐部却纷纷和超级联赛划清界限，连当初的创始人之一马竞都发声和皇马唱反调，说现在的欧足联已经改革啦，给了俱乐部投票权啦，分配方案也更合理啦。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你老佛爷口中的压迫、垄断、反抗都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了。而英超最早站出来发表声明的，居然是我们的红魔曼联。那曼联的声明就2句话：一，我们会全心全意参与欧足联的赛事；二，和欧足联、英超和其他俱乐部通力合作，共同建设欧洲足球的明天。那看到这则声明呢，曼联球迷既有感动，也有困惑。感动的是，过去几年的俱乐部声明，有球员家暴暂时离队的，有被女网红起诉暂时离队的，有和主教练吵架暂时离队的，还有那个家暴撤诉想归队，但是反对声音太大，还是暂时离队的。那现在一看声明呢，大家都以为不是逼费赌球，就是拉什福吸毒了，结果一看都不是，那就非常感动。那困惑的呢，就是曼联你说要全心全意参与欧足联的赛事，但是转头就6场怒丢15球，小组垫底出局，好奇怪哦。那在曼联之后呢，各个英超球队也纷纷发表声明。阿森纳表示呢，不会参加超级联赛，毕竟一个创始团队混进个热刺的联赛也超级不到哪里去。那利物浦表示呢，不会参加超级联赛，并且建议取缔推行超级联赛的球队的欧冠冠军建议补发给亚军。那不仅是当初的创始俱乐部倒打一耙，各个中小型俱乐部呢也纷纷声明抵制超级联赛，这其中就有加拉塔萨雷和哥本哈根。那他俩本来觉得呢，欧冠挺难的是不是该换一个什么金色联赛、蓝色联赛踢一踢？结果现在发现欧冠也就这么回事支持欧冠继续办下去。那甚至呢，还有一个一丙的球队过来参了一脚，说不会参加超级联赛，因为超级联赛压根还没邀请我。那截至目前为止呢，各个俱乐部的声明总结在此，除了皇马、巴萨以外，只有意大利的拿波利勇敢站队表示支持超级联赛，而荷兰的2个球队呢表示观望，其他强队清一色的正式声明不参加超级联赛。那很多球迷就有疑问任何人说到皇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们欧战的辉煌，现在皇马却主动推动了新联赛，想要离开甚至取代欧冠赛事，这的确有些奇怪。那皇马又不像巴萨一样缺钱，闹到如今众矢之的，还站到了欧洲的道德低点，何必如此呢？那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讲呢，还是老佛爷为皇马的一片苦心。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只能下期再聊了希望大家给我点赞转发，一键3连。如果这期视频上5000，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年末将近，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